潘老师跟袋鼠一样，他是每隔5秒钟就会要的那一种。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回家。你干嘛不要回家？你叫我们安排行程，再继续下一段。对我不能回家，不能回家。为什么不能回家？我一回家，潘老师又要。那现在呢？这把年纪了，他一样维持这样的性欲。然而上面有想法，下面确实没办法。哦，拿出来。这2位都是我的挚友啦，哈。挚友。那。各自有不同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啦。潘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，大家把我们当作是荧幕 CP 啦。真的哦，真的哦，有你就有他啦。有啦，梦不离焦，焦不离梦。认识很多年，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一年他生病住院，我去看他，他完全病入膏肓的状态。他紧紧牵住我的手，已经。一副在交代遗言的样子。这个但那句话我至今记得非常感动啊！我说什么？事隔差不多12年、13年了，我都还记得，历历在目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就那个老沈，人要走之前，人生的跑马灯，在我的脑海里面辗转绕啊绕的，但是始终会停格在。我跟你相识的那一天，哎呦，感人！我这一生，我的时光静止在那一刻，我就心愿已了。哎呦，人之将死，他其言对，其言也善，感动哎！我不希望他这么快离开我嘛，因为我跟他之间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要去完成。对，那个时候，对。我说你没事，你没事。那他那时候因为行动不便嘛，所以尿都尿在尿壶里面嘛。对。我渴望他活下去，渴望到什么程度？我当场手伸进床底下抄起他那个尿壶，也喝了。没有，我先闻，一闻之下传来阵阵的果香，这胸围立马说买出来，好了啦，玉林，有可能是82年的拉菲，82年的拉菲，真的都配上收入，就是82年。可是有果香也不见得是好事啊，因为表示尿是甜的嘛。结果呢？怪不得他老婆那个牙齿是蛀一圈，还来，他有糖尿病，他老婆蛀牙，但那真是满门忠烈。但那只是评估的指标啊，不是说有果香一定是不好的。那个边缘有一点尿液的残渣，对不对？我沾一点点，稍微沾了一下，好，然后舌头吐出来，沾一下。一开始是果香，可是慢慢的回甘以后，它是一种檀香，味道是多层次，像还不夸张，还檀香都太夸张了吧？所以我就告诉他说，放心啦，你这个没问题啦，因为有檀香的这种底蕴的尿味起码再活50年啦。所以啦，结果他就活下来，他就活下来。古代有24孝胃清肠粉，现代有这个沈玉琳胃有肠尿，对，所以这是我跟他的好交情。对，那你们彼此互相取露乳的事情，对，有。他想喝露乳，我自己买了一个露的那个玩偶，躲在鹿群当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抽挤那个露乳，结果他过来吸你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才会 A 罩杯 C 奶头啊。这种不是我们的钱，还要请喝酒，欠起来了好啦，你已经搞得我们不知道这一集是对呀，要录什么？老友焦点我跟张老师有多好，快速把它讲完了。我跟张老师尽快认识很多年啊。有一年他约我们去大阪、京都，7日游。他天生不吉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大阪，天生不吉利。大阪的第一天晚上睡到半夜3点钟，他打呼跟那个超跑一样。真的夸张了，他睡成这样然后呢，我睡着睡着，手机警报响，就跟我们台湾那个警报一样，哔哔哔。我一看，同时响地震，写日文，但是日文当中夹杂几个汉字，我还看得懂嘛，因为他写土石流，老人小孩快撤离。很清楚。他睡成这样呢，我一直摇，我用脚踹他都不行我瘦弱的身躯背着他肥胖的身体。真的是背着他，民宿在5楼，没有电梯爬下5楼，边扛嘴里面喃喃唱的
低声吟唱那首歌。He ain't happy, he's my brother。他不中，他是我的兄弟。The road is wrong。哎呦，感动感动。我也是他们两个救命恩人呐。哦，是吗？他们两个病重之前，我都有跟他们预言，却完全命中了。哦，所以他们也很感谢我。所以你要听他，所以他这么多不吉利，对，被他就会中。中了没有一个好，真的。他眼睛受伤的时候，雅雅带小孩嘛，我是唯一主动要陪他住院的，他才知道我才是他真正的不可缺的好朋友。有啦，那个住院期间，他是真的就睡在我旁边，真的一样哦。哎，我在睡梦中奇怪，这个医院怎么会有摩托车啊？又是他。我也不愿意打呼啊，我控制不了啊。我打呼就算了，我们到南部去打呼哦。他落地这个到南部去，不是我们去南部。那天我们去小猪的一个演唱会，他特别安排了一个房子，跟我跟小周跟他，我们3个就睡在同一间。到南部打球，可是到南部去打呼。所以打呼是主要行程，那去玩是顺便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有人敢挑战跟他睡同一个晚上，你只要能超过2天，超过2天，但是是真的啦。我一个朋友半夜打给我，我朋友住3重哦，你拜托詹老师打呼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啊，詹老师，可是他住天母哎，我在3重都听到了。太夸张了啦！但是你跟他睡2天，绝对活不过第3天。三位，要不要让我们考验一下？对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考验一下吗？他还没讲完呢，多好，给他讲完一下。我们都还没有讲，我已经快2个月没有早一点回家了。没有，我们的感情是真的很好，很好。给潘老师讲一下，我们是真的就用心的感情。他也是因为痔疮嘛，你不要再讲我痔疮的事。我背着他痔疮，他破的，他留在我背上，留在我背上，我一句怨言都没有。我背着他到3种，那个痔疮是从他的屁股这边流，对啊，然后路人经过以为他那个来，因为那个是从他那边踢下去。他们明明知道在唬烂，但是还蛮开心的。谁是假面闺蜜？出第一道题目，来，第一题，请出题。李安执导断背山推出第2部，向你抛出橄榄枝，请问哪一位好友一起出演是可以接受？3、看谁配对成功。2、1，好，请亮盘，1、2、3。啊，你宁愿跟陈玉玲啊？哎呦！我想跟潘老师2票走货，反正痔疮都留在你身上了，对，没问题啊。我有什么好挑的？这2个我还能挑吗？所以这种膏状物在你身上，你能接受？习惯了。你也是潘老师啊？潘老师本身的脸就蛮 gay 的。然后很像那个，他脸像那个很像男版的席琳迪翁啦。哎，真的是。你配像他戴个假发，还有 feel 啦，有点 feel。刚好席琳迪翁 VS 蒋经国。没有被爱啦！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收到厂商送的增加男性雄风的产品，请问你觉得谁最迫切需要？3、2、1，举牌。最需要哦。潘又是潘老师，为什么你们2个都？我跟你讲，我先讲哈，潘老师跟袋鼠一样，他是每隔5秒钟就会要的那一种。那这个事情是有所本的，不是我在这边鬼扯。有一年我跟小钟、跟潘、跟他老婆那个 Kiki 啊，我们去看电影，接他去尿尿，他一去尿，他老婆露出惊恐的神情。怎么了？玉仁哥、小钟，你们等一下有没有安排要去哪里？都几点了？回家去哪里？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回家。你干嘛不要回家？你叫我们安排行程，再继续下一段。对，我不能回家，不能回家。为什么不能回家？我一回家，潘老师又要。我说他是怎么样？他是要到什么程度？他只能不停的要到我想逃。我听了900多遍了，你们还要再听吗？没有，这鬼话，不是咱那个他老婆怕成这样，所以呢。我说他是袋鼠嘛，或者猴子嘛，每隔5秒钟就要。然后呢，现在呢这把年纪了，他一样维持这样的性欲。然而上面有想法，下面确实没办法。拿出来，真的，大家来拿
出来玩，这个，那个贼王踩到我的了，我踩到你，幼稚。我跟你讲，宪哥，我还原事实，我还原事实啊！玉林哥看起来弱不禁风。去游泳的时候，他说要穿游泳裤，对不对？我吓一跳，怎么了？他游泳裤整个逼紧了，这个整个长度到这里，你知道吧？原来他是非常的巨大勇猛。我本来是于右任，后来又把它搞成左中堂，后来干脆变成蒋中正。我对他真的是另眼相待哦。相对的，潘若迪是重看不重用，哎呦，肌肉长对你，却没有长的肉。啊，拿出来！我刚还讲我，我刚刚就是三个录影前小有种对3个我们把拿出来，来，不好意思，说好像是沈玉我们刚刚去后台尿尿的时候，上礼拜他老婆打电话跟我说，不是你不要讲，你平常真的会不会在家里面做功课？我说当然会交功课，他一定会。他说现在你1个月可以交几次？我说1个月大概至少会2到3次。哦，那当然是比较少了一些。我是2到3次搞1个月。他说他现在，他说你知道，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公他现在3个月没碰我了啊，3个多月没碰我，那不行了。那一阵子到现在大概有差不多6个月了，也差不多6个月啊？怎么可能？不是因为他怎么可能？刚才我们在既然话讲到这里了，我就跟你坦诚，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1点半，我晚上11点的时候才刚跟我老婆那个而已。你放屁！40岁以上的男人都只剩下一张嘴啦，是这样讲，其他都是假的啦。来，下面一道题目单独问你，单独哦，玉林哥，来。如果宪哥想要开新节目，找你当制作人，但是必须从潘若迪跟詹老师中选出1位担任主持搭档，你会挑谁？2位要选1位，2位2选1，只有问你，这人生最难的选择。这根本就像鬼拿药单。好啦，真的要选1个哈，潘呐，要选潘啊？为什么？我先讲哦，我们感情真的很深啊，对，感情很深，而且爱到深处，而且我们有默契啦，就是我们随便可能一个眼神的交换，自然有梗。潘有潘的毛病啦，潘在演艺圈要概括他这一生的成就，就是3句话啦，就是破梗、断梗、不接梗。那这样还有好的地方吗？对啊，这好像没有好处。3梗王，纵使有那么多缺点，我还是选择他，因为起码他还是在综艺的节奏上面。旁边这位，这个真的要命，真的。他呢？谁呀？喘了哈，喘了。他会累了，玉林哥会累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是真的跟他一起主持过一个网络节目，那个节目名称叫《临危不乱》啊，就访问政治人物嘛，临危不乱看选战。我们呢？就开始访问政治人物了，然后整个长达40分钟，然后结束以后，我忽然惊觉，好像张老师没有讲半句话啊，真的？怎么回事？我猛回头，你赶紧被困起了。这个节目有多难看啊！可以录影录到睡着啊！宪哥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他自己都说他在我们节目也睡过2次，3次啊！是宪哥把我叫醒的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！起床，体力稍微差了。他怎么有办法任何时候都能睡着呢？好厉害！好了，这是他们的选择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下一题，来，请出题。来，八卦周刊爆出你不堪的成年往事，你觉得会是谁出卖你呢？如果有八卦周刊，如果 if 好，你觉得你被谁出卖了？请举牌。审潘互选互咬哦。詹老师，潘又是潘老师，为什么？你先讲，要不然你会睡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潘老师出卖你？因为我觉得潘老师讲话比较耿直，有时候讲话直来直往的，比较不懂得去收放。这时候一讲出去了，然后记者一套他就越讲越多，刹不了车。玉林哥老狐狸的套不出来，他自己的那个思绪逻辑非常强烈，他也不需要靠爆料我的思绪红。OK， 我选潘的原因是这样子哦。那潘老师是少见的台上跟台下一个样啦。那你讲不好，也就是说他分不清楚台上台下啊。台上大家表演，可是台下有时候大家想要安静，或者是不想被那么多媒体关注。但是他不会哦。我们去逛夜市哦，尽量低调，头低低的，因为被人家认出来没那么好嘛，你就不能专心逛街了。他不是哦，他在饶河街头哦，还没进去的头。你们看谁来了？潘若
对，跟着我一起跳，有，很像很像。为什么就无言呢？不是接梗不是我是想说，不接梗，真的不接梗。我一直在想说，你们都几十岁的人，这种鬼话你们为什么都会当真？好，骑脚踏车这件事情，我想要听你们讲多久。骑脚踏车，好，就私下的骑脚踏车聚会啊，很容易第二天就上媒体。哎，这不是讲好大家私下聚会，倒不是说骑脚踏车见不得人，而是说我们可能搞得蓬头垢面，因为骑脚踏车不用 settle 嘛，啊，女艺人呢可能就素颜干嘛的，啊，大家看到那个照片，哎，从头到尾她光鲜亮丽哦。哦，他还戴草帽哦，穿草 T 哦，然后骑脚踏车，他手一样比这样草 T， 草 T，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跟得肝病一样，因为我都没 settle。好，他也很好心，那时候相约骑脚踏车，我说可是我没有脚踏车啊，然后我帮你弄一台，啊也帮小钟弄一台，那我们就拿了他的好处，也蛮感激他的嘛。有一天骑着，远远的一个看板，你知道吗？赫然惊见我跟他跟小钟的照片，牵着那个脚踏车，下面一个标语：精彩人生就从这台车开始出发吧。我们莫名其妙被代言没关系，厂商看得起我们，但是 money 呢？我跟小钟都没拿到钱，后来全部都在他那边。他就请我们吃一个麻辣锅，还有送你一台脚踏车。对，就这样哦，是这样吗？还在相信对不对？不，我蛮对不对真的。？这种鬼话你还在相信？很多事情只要让他知道的，你很清楚，让他知道绝对保不住。真的不能再讲。他把我保姆的事情，詹老师真的想睡了。对，他已经累了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，来。潘若迪上一次抱怨老婆是什么事情？你们知道的就可以写。除了要到，那我不用写。除了要到想逃之外啦，哈，还有这个事情。哎呦。要到想逃，真的彼此之间非常的了解啊！对啊，信不给，爱喝酒，信不给他满足。这之前的不用讲了，爱喝酒。真的吗？真有这样吗？这个潘老师有一个怪毛病哦，但可能是跟过去的阴影有关啊。历任女友，包含现在的这个是老婆的嘛哦。他都要求他们滴酒不沾。以前 PO 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？PO 在百货公司哦，人家那个新品试卖会，一堆人在排队，在那边试喝一小杯的清酒，他老婆夹在里面，然后东张西望，然后 PO 从后面 Kiki PO 不要让潘老师知道我在这边排队喝酒。这么严重啊！喝酒只能去那边试喝了。为什么不能喝？没有不能喝，你怎么相信这种鬼话呢？你对人还在相信这种鬼话？我会被洗脑你老婆，你老婆怕被你看到喝酒，怕的跟什么一样？你跟我老婆跑到侯昌明他家去喝酒，那这样那是不是怪了？怪。他跟我老婆跑到侯昌明他家去喝酒，那一天他们两个喝到已经。呛掉，整个呛掉。他回去家，雅雅打电话来骂我说：“为什么你们老沈为什么会喝成这个样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因为他跟我老婆回来也有一点快呛掉。”他说他在那边洗头，他怎么洗？他回去只会担心身上有那些味道，所以雅说：“你现在去洗澡。”他就洗头，他怎么洗头上没有泡沫？怎么洗没有泡沫？为什么？东西拿起来看，复洁。代言人在这里哦，抓就没有泡沫，他当然是没有办法洗啊。好啦，但是潘老师也有自行自信的一面啊。前阵子他老婆又喝呛了啊，回去家里面呢狂吐。那次喝呛是跟康哥嘛，等人嘛，喝呛了，吐了整屋子都是，然后呢身上都是呕吐物。那潘老师就心生怜惜，老婆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硬是又跟他来一发。好了，谢谢这3位神经病。谢谢。我们都累了，无罪释放，无罪裁决。没事，知道你们